大家请自动忽略镜头里的猫。我真正想展示的是我家今年2月份杂草丛生、满地稀烂的园子。只有 Frankie 从不嫌弃园子的模样，只要有伴来访，他就猫来疯。我家后院中心处有棵大树，大树左边铺满了 English Ivy。大家现在看到的已经是我初步手动清理过的样子。跟着 Frankie 走到大树的右边，这个区域遍地野草和蒲公英。就是这样不堪入目的园子，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它改造成了这个样子。虽然还没有完全收拾好，但是和之前比较，对比已经足够鲜明了。这个是我养了2年的 Coral Bells 珊瑚林，开花的样子特别美。原来它在菜园的旁边，非常不起眼，现在摆在这里别有意境。这是我们家后院3个月前的样子，尽头处一棵大树倒塌，砸翻了和邻居家之间的栅栏，满地的蔓藤缠绕着一棵小英李。为了拯救这棵小英李树呢，我就开始手动拔蔓藤，真的是非常较真的连根拔的那种。我从 Costco 买来了防草布 Weed Control Fabric， 我好先生 Mr. E 又陪我去买了些石头，我把这些石头当作石阶压住防草布。就在我每天的搬石头拔草的过程中，这小英李居然开花了，估计真的是蔓藤缠根的滋味不好受。现在它终于能够自由的呼吸和吸收养分了。Mr. E 又帮我订了很多树皮碎 Bark Dust， 树皮碎可以进一步防草和保持土地湿润。铺好树皮碎后就是这样的效果，配着小英李的花朵，越来越有感觉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还塞了一个大花盆。我们这里3到5月份雨水特别多，不能出门来园子里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室内育苗。豌豆苗发芽和成长得很快，2周时间就被我移到室外的土里去了。但是嫩叶受不了阳光的直射，我护苗心切，都没有和 Mr. E 商量就买了一个温室棚。Mr. E 二话没说，花了1个多小时帮我搭棚子。藏在棚子后面的豆苗们成长得很踏实，我帮他们搭了个架子，让他们在这里自由地攀爬。开始也会被 slug 鼻涕虫给啃得很惨，我经常大半夜拎双筷子带着头灯就出来了。Mr. E 还以为我出来偷吃寿司呢，我那是为了捉鼻涕虫好吧。大树左侧的工程初步完成，再看右侧。大家现在看到的荒凉感已经是我努力手工除掉大部分蒲公英后的效果了。就是因为 Mr. E 说了一句你左边做的效果真好，右边也对称做一个就完美了。要不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才懒得做。我把家里快递纸箱都拆开铺平，上面再铺一层防草布。Mr. E 帮我搬更多的树皮碎和大石头。Thank you。这些是我们在 Lowe's 买的更多的布阶石头，还有一些装饰用的鹅卵石。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大家有需要去买这些又沉、表面又粗糙磨手的石板或者砖头的时候，请一定记得自带手套。把这些树皮碎铺在防草布上，然后手脚并用的把它们尽量铺平。虽然边角缝隙处还没有完美的覆盖好，因为树皮碎都用光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初步效果。踩在脚下的亲手搬来的布阶石上，脚下生风，心情十分愉快。绕过一个花盆和长椅，这边是我之前铺好的布阶，这算是实现了 Mr. E 的对称的愿望了吧。那些是我打算种在树下的花花草草们，这边的树皮碎上已经被大树掉落的种子给铺满了。我不介意，还挺喜欢这种斑驳陆离的搭配。整个这一圈下来，我算了算，树皮碎一共用了大概30多袋，布阶石头前后一共买了33块， Costco 的一大卷防草布，还配50个和地面固定用的长签子。然后就是这个全程陪着我的小监工。我在国内38年连平房都没有住过的人，在45岁这年不知从哪里爆发出来的能量，历时3个月的闲暇时间，纯手工改造了一个大园子。我现在在观察太阳光穿过树荫照下来的角度，来决定把这些花草种在它们各自欢喜的位置。因为在除蔓藤的时候，我都是连根拔起的，然后就发现这片荒了31年的区域的地下的泥土都是充满了蚯蚓的黑土地，喜阴的花草们能享受纯天然无添加的养分。这株非洲凤仙花是我几天前试种的，由于光照角度和光照时间正好，所以它们开得格外娇嫩。
这种洁白如玉的凤仙花还有个别名，叫苏丹的香枝，非常养眼的小花。这边还有一盆，我还在观察它会不会喜欢这个位置。这边还有一棵非常好看的草 Hagonecroa macra， 来自日本的香根草，未来可以长成喷泉状的圆拱形蓬蓬头，就像这样子的状态。据说在被风吹过时会发出独特的沙沙声。这边这株是浓粉色的新几内亚凤仙花。我平时买花的时候都会看花盆里的养殖提示签，上面有植物的各种属性。这2盆几内亚凤仙的喜光属性竟然是全黑，所以我把它们尽量放在树荫比较聚集的地方，希望它们能喜欢。这边这个是国内也很流行的钱多多雪线草。目前肉眼可见的改造只有树下的石阶，其实我在喷泉附近向阳的位置还种了大丽花。一天中光照最少的地方，我种了喜阴的洛心腹。那边有块一丢丢阳光充足的地方，也被我种上了韩国矮丁香。等待这些花草盛开的季节，这里的景象应该又会给人惊喜了吧？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家的园子，也看看我这个45岁的城市老鼠是如何蜕变成花园老鼠的吧。